世子大婚前，老太君要从贴身丫鬟中挑选一个送去做管事的。昭儿不久就要大婚，房里缺个知冷知热的管事，你们4个谁愿意去？这可是要命的差事啊！老夫人说是当管事，其实就是给世子纳妾。是啊，世子最喜欢的就是春桃，若我们胆敢请愿，世子绝容不下我们。罢了，为表公平，按规矩抓阄定夺。所有人都知道世子属意春桃，可老夫人却用抓阄的方式为世子纳妾，分明是想和世子作对，而我们不过是牺牲品。白纸，是白纸，我也是空白的。谜底落在了我和春桃之间。回老太君，奴婢抽到的是白纸。姐姐，那就是我。恭喜春桃妹妹，贺喜世子爷。你们3个先下去，绿痕你留下。上一世选中喜字的人是我，世子本中意春桃，老太君却叫人在纸团上动了手脚，让世子纳我为妾，打乱世子的计划，而我也成了他们祖孙斗法的牺牲品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嫁给我的人本该是春桃，你凭什么顶替春桃？凭什么？那晚，贺昭对我极尽折磨，他娶妻纳妾都不能做主，我的存在就是对他最大的嘲讽。他不能恨老太君，只能恨我。难道老太君还是不肯放过我吗？绿痕，你不愿吗？那纸团，我明明……绿痕自知没这个福气，只想一辈子服侍老太君左右，绝无二心。罢了，既然你没这个心，去吧。我曾是老太君身边最体面的1等女使，后来却成了人人笑话的侍寝丫头。在那儿杵着干什么？过来，给我擦脚。这活不是你上赶着抢来的吗？怎么现在装出一副半死不活的死样子给谁看？世子，瞧他那副寒酸样，真是坏了兴致。我不得世子宠爱，连喝一碗隔夜剩粥都是奢望，只有世子妃看我可怜，偶尔给我送些吃穿。绿痕，撑住，我能帮你的也只有这些了。后来，我得了一场风寒，次年咽气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春3月。记住这个滋味，这是给你的教训。瞧瞧，这抓个周都能抓到喜字，命好真是羡慕不来。瞧那绿痕，平时自诩是老太君跟前第一体面人，这会儿还不是得看着别人飞上枝头。绿痕姐姐，你看这只簪子，世子说最称我了。世子到。世子安好。平日里，贺昭最疼春桃，哪怕他犯了错，贺昭也会替他遮掩。这一世，春桃能如他所愿成为他的姨娘，他应该最开心不过了。今日春桃大喜，院里上下通通有赏。绿痕姐姐，别愣着了，快谢恩啊！谢世子爷恩赏。春桃，你啊，别整天傻乎乎的，对身边的人多点防备之心，否则被人害了都不知道。怎么会？我们姐妹几个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最好了。是吗？就怕有些人嘴上故作清高，暗地里却耍些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做梦都想上位。这话针对性太明显了，要是看着我这个方向说的，分明是对我说的。上一世春桃落选后，老夫人便还了她的身契，让她出府。可春桃出府后，她的昌鬼父母便抢了钱，转头将她卖给一位富商做小妾。贺昭将这一切都怪在我身上。
楚母被卖给那个快入土的老头子做妾了，你满意了？世子，我没有。该去伺候糟老头子的是你，你这种贱人，凭什么还留在这儿？李涵，是你对不起春桃，这是你欠他的。可这一时，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发生，贺昭为何这么针对我？绿痕，你以为让我娶了春桃，我就会感谢你吗？这原就是你欠我的。绿痕，这辈子你活该给我当牛做马，赎清前世的罪孽。那种眼神，绝对错不了。贺昭，他也重生了。绿痕姐姐，世子又带春桃出府游玩去了，这属于春桃的活儿，就只能辛苦您受累全包了。绿痕，奴婢见过世子。你真的肯放弃姨娘的位置，躲在这里干这种粗活？奴婢本分做事，不求其他。说吧，又在打什么主意？是以退为进，想引起我的注意？世子高呛奴婢了。你若真不死心，看在祖母的面子上，收你做个通房也不是不行。很早之前，贺昭便看我不顺眼，也不知道我是哪里惹过他。不过他大可以放心，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脱离侯府，离他远远的，去过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日子。绿痕姐姐，是我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姐姐，你说世子是不是反悔了？他大婚都半年了，却迟迟不提纳我入房的事。前世，贺昭婚后不过月余，他便急急将我收房。不过他那是为了纯折磨我。他如此喜欢春桃，当是有他的思虑。别多想，世子非家世显赫，世子总要顾及几分面子，不好做得太急。绿痕，你果真还是按耐不住了，竟敢在春桃面前挑拨是非。挑拨是非？可我昨夜的一言一语，并无不妥之处啊。奴婢不知世子在说什么。春桃心地纯良，听不懂你那些弯弯绕绕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惦记姨娘的位置，想取而代之，对吧？要不是碍于身份有别，我真想撬开他的脑子，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。罢了，与其让你在暗地里使坏，大不了我去禀明祖母，将你和春桃一块收。什么？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春桃。事先说好，就算一起进门，春桃在先，你在后，你这辈子只能是个陪衬。不行，如果真的进了他的房，前世的噩梦就会重演。我得想个法子，必须尽快逃离侯府。2月2庙会到了，老身这身骨头是跑不动了。管事的安排个人去庙里捐了这笔香油钱，再领些斋饭回来。老夫人，这人选前世就是这时候魏国公府的嫡次女落水，我若能救下她，或许能借国公府之力逃离这里。妈妈操劳，绿痕愿替老太君跑这一趟，顺道为世子求个平安。老夫人，绿痕这丫头最是稳妥，让她去准没错。那就你去吧。有人落水了，快救人啊！让开，让爷去救这位小姐。前世就是他救了魏国公的嫡次女，却故意在众目睽睽下坏了人家清白，逼得国公爷不得不把女儿嫁给这个烂人。国公夫人，我既看了你家小姐的身子，那你家小姐自然该嫁给我。嘿嘿，既然我重活一世，必不可能让她再得逞。滚开！景叔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来人，赏白银1000两。夫人，奴婢不想要金银。那你要什么？救命之恩，奴婢愿抵万金，只求夫人能向我家老太君开口，收奴婢去您身边伺候。倒是稀奇。既如此，本夫人便答应你。老夫人，今日若非绿痕这丫头舍命相救，我家静书就毁了。静书很是喜欢她，
我想厚着脸皮领他回国公府伺候，不知您能否割爱？国公夫人既开了口，老身自然。祖母，怎么又是真嗣？他来干什么？府里的人用惯了，没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走。昭儿，休得无礼，你们都退下。贺昭这个害人精，明明就差一点，我就能离开侯府了。当晚，贺昭突然高热，老夫人遣我前去照顾。以为攀上国公府就能离开侯府了？做梦！我再一日，你就休想离开。真是聒噪，生病了还不安分。你世子，药要趁热喝。绿痕，你大！这下终于安静了。贺昭这一病，便几日不起，老太君便指了我的名，随行其父。绿痕，昭儿病了这么多日子，你伺候在侧，心意可曾有变？从未，这辈子我绝不要再同贺昭有一丝一毫的瓜葛。那老道士为何这般看我？我身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绿痕，其实我一直属意你给昭儿做妾。承蒙老太君错爱，绿痕实在没这个福分。其实，昭儿心里是喜欢你的，只是她太年轻，不懂表达，婚姻大事她做不了主。我想着放个她可心的人在她房里，也算一点疗慰。老夫人莫非是糊涂了？怎会把我错当成贺昭的忠义之人？你们这些孩子啊！今日在那观中，我为你和昭儿批了一卦。这是我的卖身契。8岁那年，你卖身葬母，是我路过买下了你的。如今算来，你已经跟了我10年有余了，我是真舍不得你。签文说，你2人五行犯冲，命格相克。昭儿这次高热不退，便是受了冲撞。你走吧。五行犯冲，我也认为他克我，我终于可以自由了。姐姐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照顾好自己。春桃，属于你的位置，我全还给你了。希望你今生过得比我好。我离自由只有1墙之隔，我从未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这般轻松过。绿痕姐姐，以后就是好日子了。是啊，以后就是好日子了。你要去哪儿？贺昭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回世子，老太君方才已还了奴婢身契，允奴婢今日离府。祖母允了，可本世子允了吗？那一瞬间，我刚刚升起的希望被这4个字无情碾碎，碎得干干净净。世子，您既然百般担心我留在府里会坏了您和春桃的好事，我现在滚得远远的，难道不正合您意吗？您既然恨我，为何要总揪着我不放？我说过，这辈子你都要待在我身边，赎罪。赎罪？我凭什么要向一个恶魔赎罪？没有我的允许，你就算死了，也只能死在我的身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贺昭，这一世我把春桃还给了你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原来竟是这样啊！把门锁上，没有我的命令，
谁也不许放他出来！姐姐，我以前总不明白，不明白什么？其实我早就发现了，世子他心里一直是你。何以见得？他把我关在这里，撕了我的身契，这就是你说的喜欢？世子虽常同我说话，可他的目光哪一刻离开过姐姐的身影？他带我出去游玩，打听最多的全是姐姐的喜好，还有这赏下来的衣裳料子，这玫瑰酥，全都是姐姐最喜欢的。够了！如果动不动就甩脸子，3番5次挖苦嘲讽也算喜欢，这种喜欢我消受不起。春桃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你才是他名义上的管事，他这样对我，你应该恨，你应该……我不伤心啊，以后可以和姐姐一直在这里生活，再也不分开了。春桃当然高兴了。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喜欢世子，我一刻也不想留在这里，我想离开。不想留下吗？姐姐，我先走了。难道我重活一世也改不了我的命运吗？可若上天真是这样安排的，那我的重生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谁？世子妃，这是我的身契。世子不是已经……他撕碎的那张是祖母给的，可这侯府里的家奴名册一直捏在我手里。走吧，去一个你喜欢的地方，过你喜欢的生活。是了，这侯府对于世子妃而言，又何尝不是牢笼呢？世子妃大恩，绿痕此生无以为报。别回头，就当是替我也活一次。看来世子妃早就打发走了看守的小厮，就连门房也换成了她的人。只要跨出去，我就自由了。姐姐，春桃。姐姐，这些吃的你拿着，路上好垫垫肚子。枣泥糕，姐姐，你平时最爱吃的就是侯府的枣泥糕了，出去了你便吃不到了。春桃，你，我刚回房拿好吃的想哄你，一转头你就不见了。还有这些，你都拿着，以后肯定用得上的。姐姐，你走得太急了，我都来不及回去取我的提己钱。你这傻丫头，把东西都给了我，你以后在府里怎么打点？你不用管我，走，快走，别让世子发现了。我与春桃是同一批入府的丫鬟，那时春桃很黏我，我有什么好吃的都会分给她吃。姐姐，爹娘不要我了，以后我就跟着你，你说什么我都信。春桃，保重。我一定要逃掉，哪怕是死，也绝不回头。姐姐，快跑，别回头！春桃，滚开！姐姐，快走！糟了，被包围了。绿痕，是你自己走回来，还是让我带人过去，亲自抓你回来？贺昭，你我之间早就不死不休了。贺昭，你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你敢威胁本世子？你以为死能了结一切？你死了，我便让春桃一起陪你。贺昭，你混蛋！将他带走。难道我这辈子都逃不出侯府这个囚笼吗？
看你们谁敢动！把他给我交出来！世子爷，请留步。顾长安，你大胆！你敢来本世子！你是？阿姐，是我，长安来接你了。顾长安，当真是你？当初我救下魏国公府的赵敬书，他曾对我提起。姐姐救了我，我也不瞒你，家中已为我相看好了婚事，是金科高中的探花郎顾长安。顾长安，我有一个弟弟也叫顾长安，只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那位顾小郎君也说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姐，他坚称一日找不到他失散多年的阿姐，便一日不谈儿女情长。他要找的那个人，该不会是你吧？我本以为只是同名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托赵小姐转交了书信，没想到竟然真的是他。阿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阿姐，绿痕什么时候有个探花郎弟弟了？世子爷，看清楚，这是圣上旨意。圣上听闻臣寻亲之志，感念臣知恩图报，特令户部协助，并允臣接阿姐回家。如今姐姐身份已定，她并非侯府贱女，而是我顾家长女，你还要拦吗？好得很。哼，阿姐，我们走。绿痕，我会去找你的。好一个阴魂不散！阿姐，院子不大，胜在位置安静。以后，这就是你的家。家，看着顾长安的笑脸，我想起了初见他的那年。姑娘，可要代写家书吗？你太像了，他眉角的这颗红痣，和我那早逝的弟弟一模一样。恍惚间，我甚至生出一个荒唐的念头：会不会我的亲弟弟其实还活着？阿姐，怎么可能呢？弟弟在我怀里断的气。姑娘，姑娘，没事，只是觉得你与我的弟弟有几分相似。你是举子，为何落魄至此？家中贫寒，一边挣钱糊口，一边备考会试。姑娘，这万万不可！无功不受禄，这些钱我不能要。这钱是贺昭赏的，虽说那家伙喜怒无常，但出手倒阔绰。别推脱了，就当我提前押宝。若你来日高中，记得加倍还我。阿姐，你坐立难安，可还在担忧贺昭？顾公子，此处虽然安稳，但我不能久住。贺昭那个人疯起来不计后果，我不能连累你，还得麻烦你帮我联系最快南下的船只，我想尽早离开京城。阿姐不必同我如此客气。当初若没有你的那10两银子，长安早已冻死街头，根本撑不到金榜题名。我自幼失乎失死，在这世上孑然一身。既然我有幸同令弟容貌有几分相似，想来也是老天垂怜，给的一场缘分。从今往后，我视你为亲姐，咱们姐弟俩互相照应。你的事就是我顾长安的事，
贺昭权势再大，也越不过天理王法。长安，你不明白他有多可怕。他是魔鬼，管他是鬼是神，只要我顾长安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让阿姐再回那个人间地狱。多谢阿弟。2辈子了，我头一次觉得这京城的风好像没那么冷了。阿姐，打听到了，最近的一班南下商船就在5日后清晨出发。这是船票，还有这些碎银子，阿姐一并收好。不可，长安，你刚入翰林院，各处都要走动打点，你的俸禄才几个钱，这钱我不能要。阿姐，钱不多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只身南下，没钱傍身，我如何能安心？我现在在翰林院任职，虽然官职不高，但假以时日，我定会有出息。到那时，阿姐就不必再东躲潜藏，更不必再看那贺世子的脸色。前世我孤苦伶仃惨死，这一世老天竟还了我一个弟弟，让我这一世不用如此苦下去。阿弟的恩情，阿姐定会牢牢记在心中。只要明天不出意外，我就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。阿姐，我刚刚听到消息，永兴侯府把春桃的身契放了。什么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阿姐，你冷静点，侯府刚放了他的身契，那是好事啊。你不懂，他那对父母根本不是人。前世春桃嫁给那富商做小妾后，不久便传来死讯。长安，我要去找他。顾长安说春桃被放了身契，前世春桃就是今天被他那对昌鬼父母抢了银钱，卖给半身入土的富商做妾。这一世，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春桃再入虎穴。动作快点，别让这死丫头叫唤，要是招来官差，银子可就没了。走。那是去年春桃生辰，我亲手给她做的血，里面装的果然是春桃。车夫，看好车，我们进去拿这丫头的嫁妆首饰。知道了。哎呦，谁呀？劫车了，快追！春桃，你怎么样？别怕，姐姐来救你了。怎么会是你？怎么会这样？里面怎么是贺昭？绿痕，我说过会来找你的。对不起。他在说什么？对不起，这个疯子竟然会跟我道歉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上辈子的事儿，我全想起来了。什么？合着他之前只记起来了一半？绿痕，我真的不知你当时病得那般重。伺候你的那些狗东西，明明跟我说不打紧，说已经请过府医看过了。不打紧，我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你死后，我把那满院子的人全杖毙了，我要他们在那阴曹地府里也得跪着为你陪葬。贺昭，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上辈子你知道抓阄不是我动的手脚吧？知道。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我是被冤枉的。
我问过祖母，祖母说会把我喜欢的指给我。后来知道是你抽到了喜字，我高兴了一整宿都没睡着。高兴吗？你做出这副死人样子给谁看？能伺候本世子是你的福气。我要你笑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说你日日打我、羞辱我，是因为你看见我觉得高兴？那是因为你成了我的妾室，却整日闷闷不乐，你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。那种日子，我如何笑得出来？我不高兴，我也不允许你那样对我，所以我才不择手段的折磨你。我想引起你的注意，我想看你哭，看你求饶，看你因为我而生出情绪。绿痕，你总是那样冷冰冰的，真的很难讨好。银子、吃食、好看的衣裳，我流水一样赏下去的东西，全府的丫鬟都抢破了头，可唯独你看都不细看一眼。有时候我真纳闷，你一个小丫鬟是怎么做到宠辱不惊的？我好歹堂堂一个侯府世子，整天追在你屁股后面，你却理都不理。我想，如果他亲眼见过饿殍遍地，一子而食，亦能如此。你自己算算，我这辈子加下辈子热脸贴你冷屁股多少次了？别算了，陪本世子去园子里赏花。世子，你抢走我的算盘，这一本世目又要重新核算。这一月你偷懒被抓已经数次，今日你便去将花园打扫干净，否则便罚你月银。本世子瞧他顺眼，今日这罚便免了。绿痕，你管的也太宽了。你管那叫热脸贴冷屁股？你故意折辱我，难道还要我开心的贴上去吗？总之，从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跟你道歉。好在老天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。绿痕，这辈子我会好好对你，我绝不再辜负你。你相信我，我会给你想要的一切。你方才说不再辜负我，但我必须纠正你，你我之间用不上这个词。我从未对你有过半分感情，更谈不上半分期待。没有期待，何来辜负？从未期待过我。如果你非要弥补，也该去弥补被你冷落的世子妃或者春桃。对我，只要你肯放过，我便感恩戴德了。放过？本世子就这么惹你厌恶吗？是，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用折辱和贬损的方式来表达喜欢。贺昭，你这种喜欢令人作呕。顾长安快到了，对吗？没错，我留了后手。算算时间，长安的人马应该就在10里之外。可惜，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疯子，你放开我！看见那个死囚了吗？身形、高度与你一般无二。等火灭了，顾长安只会在这里找到一具属于绿痕的焦尸。你要伪造我假死？今日起，世上再无绿痕，没有人会找你，慢慢的，也不再有人记得你。顾长安会带走一坛骨灰，而你会永远被我锁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。难道这一世，我终究还是逃不出他的掌心吗？见过世子爷。看好姑娘，若她走出这院门一步，你们自裁细碎。春桃呢？春桃呢？春桃在哪儿？放心，哪怕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也不会让她有事。她回了自己家，只要你乖乖待在这里，她这辈子都会衣食无忧。贺昭竟用春桃的命威胁我，在这个疯子眼里，所有人都是他博弈的筹码。别碰我！绿痕，我承认，从前我用错了方法，但从小到大，
没人教过我喜欢一个人该是什么样子。以后你教我好吗？只要你肯留下来，我愿意为了你去学。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？那是你父母该教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侯爷多情，妻妾成群，只顾在脂粉堆里快活；而侯夫人雷霆手段，眼里揉不得沙子。贺昭在那个冷血畸形的家里长大，养出这般自私自大的性子并不稀奇，但这一切不该由我来承受。你逃不掉的，哪怕你教不会我，这辈子你也只能死在我怀里。贺昭，你以为这方寸之地能困住我？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一定会走出去。是谁？贺昭，别动！绿痕，你，阿姐，老太君，世子爷私藏死囚，伪造奴婢假死，此事若闹上大殿，侯府的名声怕是保不住了。孽障，真是个孽障！混账东西！为了个丫鬟，你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？绑起来！去找春桃前，我向国公府赵小姐要了特制的香料，那味道经久不散，人闻不出，但这国公府的闻香犬却能寻到千里之外。贺昭，你输在太自大了。等我，绿痕，你一定要等我，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。把他带走。绿痕，你是我的，你永远是我的。吵得我头疼。阿姐放心，他再没机会靠近你。几日不见，老太君鬓边的银丝似乎又添了几。丫头，受苦了。是老婆婆我没管教好贺昭，以后我不会让贺昭再来打扰你。贺昭也该长大了。我不想说没关系，因为贺昭带来的困扰实实在在，那是2辈子都抹不平的。不过既然老太君开了口，我也该放心了。多谢老太君。阿弟，我们走吧。阿姐，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长安，谢谢你。阿姐，你我姐弟之间永不言谢。此去一别，阿姐务必珍重，青山不改，咱们相逢终有期。好。绿痕姐姐，绿痕姐姐，姐姐，等等我！船夫，稍等片刻。跑死我了！春桃，你怎么来了？从哪儿来的？赵小姐跟我说你要走，我就来了。姐姐，你答应过不丢下我的，带我一起走吧。阿姐，我们总算赶上了。阿姐，这称呼二小姐是不是喊早了点儿？
阿姐惯会取笑人的。阿姐，是我托赵小姐暗中留意春桃动静的。若不接回春桃，阿姐南下定难安心。谢谢你们。启航！阿姐，待到我和赵小姐成亲之时，你一定要回来！一定要回来啊！我答应你们，一定回来！这重重叠叠的侯府深宅，阴魂不散的贺昭，终于都成了身后的幻影。从今往后，山高路远，只有自由。姐姐，方才走得急，没顾上。赵小姐给我带了好多吃的，说是让咱们路上舔舔嘴，你快来尝尝。你呀，就长了一个点心肚子。姐姐，你快看，这么多银票，这么多，这位赵小姐当真是心思玲珑，这才是正经过日子的人。怕咱们推辞不收，才想出这种法子。姐姐，咱们这回是真的遇到贵人了。有了这些，咱们南下买个小院子都够了。是啊，我定要带着这些钱，闯出属于我的一片天来。收好了，从今往后，咱们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这辈子再没人能拿捏咱们的命。跟着姐姐到哪儿都是好日子。我和春桃随船只一路南下，来到了江州。姐姐，你看这水是绿的，花是红的，这儿的人说话都软糯糯的，真好听。江州气候润人，是个安家的好地方。我们要看离市实近、带小院的宅子，银钱不是问题。得嘞，两位姑娘跟我走。两位姑娘瞧瞧，这后院带2间正房，环境舒适，最要紧的是靠近至极，望中带静。姐姐，这儿真好，咱们以后真的就要住这儿了吗？就这一处，去备契书，再帮我寻一处临街的旺铺。好嘞，多谢姑娘赏，小的这就带你们去看看铺子。姑娘，这是这一带最好的门面了，原本是做绸缎生意的。2楼采光好，适合给贵女量身。1楼展示成品和胭脂。这铺子我租下了，今日便签契，再帮我寻几个江州最好的木匠。得嘞。开张喽！小姐肤色白皙，这件流彩暗花云缎最是衬你。这胭脂里竟有股清冷的梅香，江州城里还没见过这种稀罕货呢。小姐好眼力，这可是我亲手调的，用了秘法。慢走啊，下次再来。说来还要感谢老太君，当初在侯府，他逼着咱们学针线、学香料，那时候我还偷懒哭鼻子，谁能想到这竟成了咱们在江州的保命符。是啊，若非有这些技艺傍身，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。阿姐，你在江州可还安好？近日侯府发生了些趣事，贺昭闹着要和离，被侯爷吊在祠堂里狠抽了一顿。世子妃娘家也硬气，直接甩了和离书。现在永兴侯府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和离，我要跟他和离。若是不肯，我便休去。侯爷，我顾家女也是娇生惯养，受不得这等奇耻大辱。既然世子爷心有所属，这门亲事
咱们两家就此断了。顾老弟，昭儿是失了智，千万休要多言。和离书已至，两家恩断义绝，咱们大殿之上见。姐姐，长安哥哥信里说什么了？是不是那坏蛋世子出事了？贺昭闹着要和离，被侯爷吊在祠堂里狠抽了一顿。世子妃娘家也硬气，直接甩了和离书。现在永兴侯府成了全京城的笑柄。该让他发疯。任凭他们闹到大殿上，也与咱们无关了。姐姐，那位李公子怎么又来了？这月是第3次了吧？可不是嘛，头一回请咱们给他母亲量衣，第二回说是他妹妹，前2天又说他祖母喜欢咱们手艺。这小子也太藏不住事儿了，看这眼神，分明是冲着我家春桃来的。春桃姑娘，可是今日不方便去家中量才吗？啊，我得问问我姐姐去不去。不知李公子这次又是要给家中哪位亲人量衣啊？是我姨母，对，姨母听闻2位姑娘手艺绝伦，特意嘱咐我来请。好嘛，你李家全家女眷，看来这个月都要在我这儿置办新衣了。我姨母她确实爱美。李公子，怕不是你姨母爱美，而是你爱春桃吧？既然公子盛情，春桃去准备皮尺和样板，咱们走一趟。好嘞。李公子，看料子吗？看。这傻小子，春桃，今日去那李公子家，你觉得他那小姨母人如何？挺好的呀，说话客客气气的，还赏了咱们不少点心呢。那李公子呢？李公子啊，他人也挺厚道，就是话多，还老爱脸红，跟在那河边晒太阳的红螃蟹似的。春桃，那李公子这月跑了3趟，每次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你身上。姐姐问你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可有想过寻个人家嫁了？嫁人？姐姐，我从没想过那个。你也到了年纪，如今咱们有了宅子铺子，手里也有了余钱，若能寻个知冷知热，想我嫁我就嫁。什么？姐姐不想我嫁，那我就不嫁。反正这一辈子，我是一定要跟着姐姐的。你这傻丫头，一辈子这么长，哪能总跟着我？怎么不能？姐姐在哪儿，我在哪儿。李公子也好，张公子也罢，要是他们想把我从姐姐身边带走，那我才不稀罕呢。你呀，真是个憨的。姐姐，那李公子下次再来，咱们还接他家的活吧？接怎么不接？只要他李家还有亲戚要做衣裳，这银子咱们不赚白不赚。不过当务之急，先吃饭。看来那李公子且有的追呢，想从我手里把这颗傻白菜拱走，不拖层琵琶是不行。比起前世那种被当成物件随手打发的命，这种能由自己做主，被人小心翼翼惦记着的日子，才是我们该得的。吕掌柜，京城来的急信，瞧这封泥，可是大喜的事儿啊！是长安的喜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长安哥哥在京城出什么事儿了？是大喜讯。定于3月初6迎娶赵氏静书。3月初6，长安哥哥要成亲了。是啊，1年前咱们离京时，他还是个战战兢兢的翰林，如今已是礼部侍郎了。那咱们今日回去就收拾，明日启程。姐姐，咱们真的要回京城吃喜酒吗？我是说万一在那儿撞见永兴侯府的人，或者撞见那位春桃。现在的你是江州绿锦阁的2掌柜，现在的我是当朝侍郎的亲姐姐。这喜酒咱们必须风风光光的回去吃。走吧。吕掌柜，
春桃姑娘，此去京城路远，千万保重。放心吧，李元，等喝完长安哥哥的喜酒，我们就回来了。1年了，我还是回到了那个让我恐惧的京城。阿姐，我总算把你盼回来了。如今都是郎大人了，怎么还像个孩子？阿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长安这些日子天天往码头跑，魂儿都要丢了。赵小姐，不对，现在该叫准弟媳了。恭喜啊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阿姐，这1年，这院子我一直让人打扫着，里面的陈设一件没动，就等你回来。1年前，我从这里拼死逃离，满心恐惧。1年后，我挺直脊梁回来，再不似当年。长安本想接你们去侍郎府住，但我说阿姐定是更怀念这个小院的自在。静书，还是你懂我，在这儿住着心安。阿姐，直到成亲前，你和春桃就安生住在这儿，我也安排了牵兵守在巷口，谁也惊扰不到你。阿姐，这次回来，咱们只管高高兴兴的办喜事。哎呀，散了散了，姐姐你快来看，这雪我能捏成个兔子。绿姑娘，这是我家小姐特意嘱咐送来的，说是江州湿冷，这云锦斗篷最是护身。还有这些点心是小姐亲自盯着厨下做的，请姑娘尝鲜。姐姐，赵小姐真是细心，这2天送来的东西比咱们在江州店里半年的存货都贵重。她哪里是送东西，她是怕咱们出归京争不自在，用这些情分围着咱们。归京数日，我与春桃从未踏出这小院半步，倒挺自在。阿姐，明日便是成亲的日子，侍郎府那边也安排妥当，我特意来告知你一声。今日是你大婚前夜，有些话阿姐必须交代你。阿姐请讲，长安听着。静书这姑娘出身国公府，却毫无骄奢之气。你亲眼见过贺昭是如何对待女子的，他把权力当成枷锁，把宠爱当成施舍。你要记着，女子嫁入夫家，便是把这一辈子的命都交托出去。你若敢仗着官威冷落她，或是像那些王公贵族一样朝秦暮主，我绝不饶你。哪怕你贵为侍郎，我也定会亲手打断你的腿，带静书走。阿姐，长安这条命是阿姐给的，富贵是阿姐筹谋来的。静书对我之情，我顾长安刻骨铭心，此生定不负她。如违此事，天厌之。好，你要疼她，敬她。阿姐放心，长安明白。姐姐，明天就能看见长安哥哥穿新郎官的衣裳了，你高兴吗？高兴。姐姐，你看那边那个人，那是哪家的落魄亲戚？怎的瘦成这副鬼样子？贺昭，这位姑娘可是找人？贺昭竟然不认识我了。阿姐，你别被他吓着，他现在就是个废人。什么意思？他和离之后发了疯一样找你。有一回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他着了魔，非要爬上福的假山去摘一朵快谢了的枯花，结果脚下一滑，从高处跌了下来，后脑磕在石榴上，血流了一地。命是捡回来了，他人也摔傻了。大夫说他伤了脑子，忘了很多以前的人和事。所以贺昭把我给忘了。姑娘，请留步。所以贺昭把我给忘了。姑娘，请留步。恕在下冒昧，不知为何一见姑娘便觉得似曾相识，请问在下此前可曾与姑娘认识？不曾。那可为何再见到姑娘，心口竟会无故隐隐作痛，像是丢了什么极要紧的东西？世子爷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嘘。
你认识这位姑娘？不认得，小的认错人了，小的该死。世子爷身体微恙，还是早些回席吧。为何我的心会这么疼？阿姐，如今婚礼也办完了，不如你和春桃就留在京城吧。我现在的官位足以护你一世周全。况且贺昭的事你也看到了，他得了失魂症，已经彻底把你忘了。阿姐，你不用再躲了。长安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如今你贵为侍郎，静书又是国公府千金，我若留下，自然是泼天富贵，再没人敢欺负我。那阿姐为何还要走？江州虽好，终究是异乡。可你觉得这京城好，是因为你在这里挣脱了命。对我来说，我一直被困死在这儿，在那间漏风的旧屋里，在那口冰冷的池塘边，我的魂儿早就被这京城的墙给磨碎了。这辈子，我想换个地儿活一次。阿姐，江州有我的店，有我的花，有我和春桃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自由，哪怕是死在南下的船上，也比烂在这繁华的京城里要痛快。阿弟，告辞。那长安在此祝阿姐万事顺意。姐姐，咱们什么时候走？明早。贺昭，你忘了我也好，记起我也罢，都已与我无关。姐姐快尝尝隔壁点心铺新出的酥酪，入口即化，甜而不腻。你这一天往隔壁跑3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那儿的伙计呢。从京城回来后没多久，旁边就开了一个点心铺，春桃便总喜欢去隔壁店铺买吃的。绿掌柜，春桃姑娘，我看隔壁那桂花糕新鲜，特意买了送来。这个李元跑得比春桃还频快，我真怕这头猪还没拱到我家白菜，先把白菜养成猪了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还从未见过这点心铺的掌柜，一会儿去打个招呼吧。这位管事，我乃隔壁绿景侯掌柜，特来拜访，不知贵店主家可在？原来是绿掌柜，实在不巧，我家主子体弱，正在后院歇息，不见外客。不过主家吩咐了，邻里间若有照应，尽管开口。一直歇着，这身子骨倒是娇贵，那便不打扰了。春桃，你去隔壁买点心时，可曾见过什么特别的人？没什么特别的呀，就是2个伙计。哦，对了，那后院总是飘出一股药味儿，跟咱们以前在……姐姐，那药味儿有点像贺昭以前喝的那种。不可能，他失了智，怎么会千里迢迢来江州开铺子？定是我想多了。这天下间吃药的人千千万，哪有那么巧？绿掌柜，今夜江州灯会最是热闹，我想带春桃姑娘去转转，不知……去吧，整日窝在店里也要闷坏了。春桃，早些回来。谢谢姐姐，那我们走啦。从前我在侯府时，养成了独行时总要挑灯火最亮的大路走的习惯，即便在江州，我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习惯。一股酒味。哟，这是哪家跑出来的小娘子？长得可真俊啊！还好我出门前带了一包软金伞，如今尚有自保之力。什么人竟敢在宵禁之分滋事寻衅？官爷饶命，我们就是喝多了。带走，关进大牢，清醒清醒！算你们命大。谁？不对，那动作太熟悉了。是他吗？不，他明明已经失忆了。哎，绿掌柜，您这是？叫你们掌柜出来见我。绿姑娘，我家主子身体不适，若我非要见了，让他给我出来。贺昭，果然是你，你病好了。
你真是阴魂不散。为什么我躲到这儿了，你还要跟过来？绿痕，2辈子了，我终于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。我只是想守着你，在能看得见你的地方就好。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也不会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。我就在隔壁，当你遇到危险时，我可以让官差及时出现；当你嘴馋时，我可以给你送点心。只要让我看着你活着，笑着，就够了。若我说你的存在本身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打扰呢？看见这间店，我会想起你前世对我的嘴脸；看见你这张脸，我会想起那间漏风的破屋。贺昭，你不要再做这些自我感动的事情。只要你出现在我视线里1秒，我便担惊受怕1秒。我绿痕这辈子最不想看见的人就是你。绿痕，你听我说完。我把京城的一切都处理好了，我只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重新认识你。重新认识？贺昭，你问过我了吗？用你的话来说，你想重新认识我，我允许了你。我可以改，我已经在学着怎么做一个正常人，怎么去照顾你的感受。够了，贺昭，你还是不明白，我讲的每一句话你根本听不进去。我讲我要自由，你以为我在耍小性子；我讲我恨你入骨，你以为我只是在抱怨。你活在你自己编织的深情里，从来没听过我真正在说什么。不是的，我在听，我真的在听。不用解释了，我一个字都不想听。看见你的每1秒，都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被你折辱的每一刻。所以，无论我怎么求，你都不会回头，对吗？对，我只希望你离我远远的，永远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绿痕，如果你真的这么恨我，为何不亲手杀了我？因为你不值得。原来我连死在你手里都不配。原来看见我的每1秒，你都如此痛苦。绿姑娘，求求您了，去看看我家主子吧。不去，我和你家主子不熟。主子病了，这几日江州连阴雨，他染了风寒，烧得整个人都糊涂了。可他死活不肯看大夫，嘴里只喊着您的名字，说只想见您一面。他生病与我何干？我既不是大夫，也不能让他痊愈。我去有什么用？主子那是心病，大夫说了，若是他不肯配合吃药，这身子骨怕是要熬干了。我不会见他的，你们回去吧。姐姐，这管事天天来，门口排队的客人都被他吓跑了。姑娘，主子若是有个好歹，这归心斋也就散了。主子说了，他这辈子欠您的，只能用这残躯来还。这管事也不知贺昭从哪儿请来的，这磨人的功夫倒是一绝。若是不走这一趟，怕是这辈子都别想安生做生意。行了，闭嘴。姑娘这是答应了。带路。哎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。主子，绿姑娘来看您了。绿痕，你终于肯来了。贺昭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为了见我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能让你过来见我一面，便是真病死了，也值了。这种眼神，这种语气，真是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药呢？把这药喝了吧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侯府的婢女了，你不会想要我喂你？别走！如果我不看大夫，不吃药，就这样生死由命，我去受你前世受过的苦，去尝你死前痛过的痛。如果我把这条命赔给你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贺昭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死在我面前，就算是对我的恩赐了？我只是想把欠你的命还给你。那你有没有想，如果你真的死在江州，永兴侯府会放过我吗？你堂堂小侯爷，若是出了意外，你那权势滔天的爹，还有视你如命的祖母，会让我活命吗？他们会把我、把春桃，甚至把顾长安都碎尸万段陪葬。我没想过要连累你。2辈子，
他一点都没变。从始至终，他考虑的永远只有他自己的深情和救赎，却从未想过他这种自以为是的牺牲会把我推向怎样的万丈深渊。贺昭，你既然想要赎罪，那就请你离开我，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。贺昭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弥补，两世为人，你依然是我命里逃不掉的晦气。姐姐，隔壁今天怎么还没开门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莫非贺昭那天真听进去了我的话，走了？转让，走了？终于走了。哟，绿掌柜，早啊！隔壁这主家真是大手笔，昨儿个半夜连人带货全撤了，说是急着回北方祖籍。全走了，一个没留。可不是嘛，那主家病得路都走不稳，是让人抬着上船的。真是来得突然，走得也干净。走了也好，省得那管事天天来触咱们眉头。姐姐，他这回应该是真的死心了吧？死不死心重要吗？只要他不在我眼前晃悠，他是死是活，都跟我没关系。贺昭，你终于明白了，你留在江州并不能弥补什么。上辈子，你用一座侯府困死我；这辈子，你终于懂得用消失来放过我。春桃，明天李园的活计咱们多接2件，咱们得换个大点的铺面了。好嘞，听姐姐的。主子，江州已经看不见了。他讲的对，我活着对他就是打扰。绿痕，这辈子我把自由还给你。春桃姑娘，这是我托人从城西排了2个时辰才买到的秘制酥鱼，你尝尝合不合胃口？李媛，你天天这么送，我这腰身都要宽出1寸了。不打紧，不打紧。春桃姑娘怎样都好看。李媛，你这又是点心又是酥鱼的，再这么投费下去，我这店里的门怕是都要被春桃挤坏了。不打紧，我替春桃姑娘赔就是了。春桃，人家李媛这心思，连街口的黄狗都瞧出来了。你给姐姐句准话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他人确实挺好的，只是人好。那是谁上次说只要李媛送的枣泥糕，别人给的都不换？姐姐，你净取笑我。春桃，咱们在江州已经扎了根，李媛家世清白，她母亲也是个和蔼的。你要是真中意，姐姐便替你做主。多谢姐姐。李媛，今日别忙着拆食盒，我有话问你。绿掌柜请讲。这半年光点心钱就够买半间铺子了吧？你若只是想让春桃试吃，我可要收银子了。绿掌柜，李某不才，心悦春桃姑娘已久。若绿掌柜肯成全，李某愿聘为正妻，一生一世对她好。春桃，你愿意吗？点头了，春桃点头了。傻丫头，这回是真的要过上好日子了。姐姐，就算嫁了人，我也会天天回来看你，给你带好吃的。你呀，可别真吃成了个小胖梅。春桃出嫁，我在江州的最后一桩心愿也算圆了。姐姐，咱们可是说好了，你不会再偷偷走了吧？傻丫头，你后日就要拜堂了，我这当姐姐的能上哪儿去？我不管，你要是哪天突然想去别的地方，一定要带上我，哪怕我不成这亲了也行。姐，我的亲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能走啊！李媛，你这是唱哪出？你要是走了，春桃肯定心也跟着飞了，那我这家还没圆呢，就要散了呀！姐，你要是实在想去哪儿，能不能把我也带上？我能扛重物，能跑腿，还能给你们买一辈子点心。瞧瞧，你男人都卑微成什么样了？怎么样？那要不要带上他？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也听话的。姐姐去哪儿我去哪儿，这是我们姐妹俩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不能掺和。我都要跟你拜堂了，我怎么还是外人呢？
姐姐，你快劝劝他。好吧，看来这辈子我是被你们这对活宝彻底赖上了。我不走，我就在江州守着你们，看你们生一堆小胖娃，把我的绿锦阁闹翻天。多谢姐，多谢姐，我这就去把聘礼再加3层厚被子，绝不让春桃受凉。姐姐，你最好了。前世我孑然一身死在荒草间，这辈子老天却给了我一个闹腾的家。贺昭，你看，没了你，我的世界不仅有风，还有了这么满的烟火气。我来。一书书到头，富贵不用愁；二书书到尾，举案齐眉。姐姐，我不嫁了，我一辈子守着你，成不成？胡说什么？李媛那傻小子，怕是已经在门口把地砖都踩碎了。现在想想，若是当初春桃真成了贺昭的姨娘，最后的结局也不一定会好。现在反而是最好的结局。姐，我是李媛，我来接春桃回家了。李媛，你记住了，春桃是我家最金贵的姑娘，你若敢让她受半分委屈，哪怕拼上这条命，我也定拆了你李家大门。姐，您放心，我若负了春桃，天打雷劈，我自己把头割下来给您当球踢。一拜天地，这一拜，拜的是老天开眼，还我们姐妹一世公道。二拜高堂，这一拜，拜的是两世相依，我们终于都活在了阳光下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夫妻对拜。李成送入洞房。前世那口破草席那个阴冷的小屋，终究是被这满屋的红绸给遮干净了。春桃，你这一世要好好活下去。绿姑娘，家主从京城加急送来的信，请您亲启。姐姐，是不是长安哥哥又升官啦？阿姐，见信如目。贺昭已于昨日在侯府逝世。自江州回京后，他便彻底垮了，缠绵病榻多时，侯爷寻遍名医，他却始终紧闭牙关，低腰不进。他说，他欠下的债，唯有这一条命才能还得干净。姐姐，出什么事了？贺昭死了。绿痕，如果这一世我把命还给你，若还有来世，你可否给我一个机会，哪怕只是路人，可否准我重新认识你？若真有来世，我希望我们不要认识，不要见面，我们各自安好，死生不往，这便是我对你最大的慈悲。他真的没吃药，从江州到京城，他竟然是硬生生挨着疼，求得一死。死了好，他总算是不再祸害姐姐了。春桃，我想过了，单卖成衣和胭脂还是太散，咱们得把生意做成一条龙。一条龙？姐姐的意思是专门针对那些大户人家，从千金出价的凤冠霞帔子，到婚床上的白子喜被。春桃，这一块定制的活儿，我想全权交由你来打理，你可敢接？姐姐，这能成吗？为何不成？贵人最讲究的就是体面，只要咱们的东西够精致、够独一份，他们便省去了到处寻访的麻烦。有何不敢？姐姐既然信我，我春桃定会做的比谁都好，绝不砸了咱们绿锦阁的招牌。
这江州的老师傅梳来梳去就是那几个样式，配上这云缎，总觉得缺了点京城的贵气。若是能在凉衣的时候，顺便有人帮着把妆发也定下来，那该多省心。京城的贵气，妆发配成衣。既然他们想要，我便给他们做出一个来。春桃，除了定制业务，我还想把2楼开辟出来，做一个女子妆造体验区。体验区专门请最好的梳头娘子和妆造师傅，凡是在咱们这儿订衣服的，都能上2楼免费试妆。咱们把胭脂水粉直接抹在他们脸上，看他们还舍不舍得放下。春桃，咱们的盛世才刚开始。这人是江州林家的主母，林家是江州最大的盐商，全才熏天。绿掌柜，听闻你这儿能做10里红妆的全套绣活，我林家嫡女出嫁可是江州头等的大事。若东西拿不出手，坏了名声，你这店也就别开了。几日前我就放出可以定制整套婚嫁的消息，这不，客人就来了。林夫人放心，这位是我的亲妹妹春桃，绿锦阁的首席绣师，您的单子由她亲手操刀。夫人放心，我定做出让您家小姐满意的嫁衣。当真？3日后便给夫人送到。好，那我便3日后来取。春桃，你已经熬了很久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剩下的让绣工们帮衬着收尾。不行，姐姐，这是咱们打响招牌的第1单，那裙摆上的江锦和并背莲，别人绣不出那股灵动劲儿。这哪里是绣活，这分明是一幅画。好一个绿锦阁！我寻遍京城和苏杭的绣娘，竟无一人能有此神韵。原本定金是1000两，现下我翻3倍给你们，这东西我林家要了。绿掌柜，我那几个老姐妹听闻此事，正等着我的回音呢。苏家、周家还有城北吴家，明日便会派人登门。春桃，咱们成了。姐姐，咱们不仅能活下去，咱们还要在这江州活成谁都请不动的贵人。春桃，咱们做到。林家、苏家、吴家皆是富商，看来2楼也得扎紧了。木匠师傅，这儿不要隔墙，我要做成镂空的沉香木屏风，临窗摆上紫檀木雅座，茶具必须是上好的官窑青瓷。绿掌柜，您这心思真巧，我做了几10年木工，还是头一回见在成衣铺子里供人喝茶听曲的。这叫留人。女子逛街易累，让他们坐这儿喝杯清茶，看看这江州水色。只要心气儿顺了，心思一软，这兜里的银子自然就留下了。春桃，你看，这边是妆造区，中间是调香区，右边是刺绣体验区。凡是来订嫁衣的，都能在此试妆选香，甚至能亲手给嫁衣添上一针。姐姐，你这哪是开店啊？你这是给江州的贵女们造了个销金窟啊！我要的是让这江州城只要提起体面2字，就只能想到咱们绿锦阁。绿掌柜，这眉带里竟掺了珍珠粉，画出来的神韵当真与别家不同，衬得我这双眼都亮了。这一站式的主意当真绝了，选了衣裳直接定妆。我明日要赴林家的宴，便照这个样来，全套我都要。姐姐，方才对完这半日的账，咱们的进账直接翻了3倍。那些夫人小姐们连价都不还，直呼过瘾，生怕订不着位子。这就是贵的道理。咱们卖的不是胭脂，卖的是这江州城里独一份的特殊。绿掌柜，我家泾河刚受封诰命，下月便要进京面圣。这面圣的朝服，我林家只要最好。我只要1种料子，西域冰缠锦。若能做成，我林家愿出10倍价钱成新。西域冰缠锦，传闻此锦入夏生凉，入冬自暖，产量极稀，且多入西域王室。夫人，这料子
江南已断货数年，我知道难，否则也不会来寻你。绿掌柜，这不仅是生意，更是我林家在京城的脸面。林夫人放心，绿痕一定竭尽所能。姐姐，查到了吗？苏杭那边的货头怎么说？所有货头都说江州内绝无可能买的。春桃，这是咱们绿锦州打进京城顶流权贵圈唯一的敲门砖。若能做成这件面圣服，咱们便不再只是个江州布商。姐姐，你该不会是想……我要亲自西行去楼兰。这是你要的干粮，这是防风沙的斗篷，还有这些银票，我都缝在你的内里了。这是金疮药，还有防胀气的丹药。姐姐，西行3000里，戈壁马匪横行，你若是出了事，我随你去。傻丫头，江州的店离不开你，你要在家里替我守住这片江山。我绿痕从来不信命，这一趟我不仅要带回冰蚕锦，还要开辟一条属于咱们自己的商路。姐姐，早去早回。春桃，看好店，等我带回那最顶级的料子。驾！不好！山崩了，快撤！后队变前队，往山根底下缩，快！绿掌柜，完了，干粮车毁了，咱们剩下的路可怎么走啊？是谁？绿掌柜，别动！这人一看就不简单，仇家肯定就在附近，救了他，咱们就有危险了。是啊，掌柜的，咱们干粮也没了，自己保命都难，快走吧！他既然还活着，我便要救。还有力气的，都给我过来，搬石头！1、2，起！背上他，快！掌柜的，你为了救他，不仅耽误了行程，连最后那点救命的药都用上了。万一他是山匪，如果是山匪，我会亲手送他上路；但他若是个好人，我便没白救。别找了，你防身的匕首，我让伙计收起来。你是谁？绿痕，救你命的人。你这条命花了我整整1瓶金创药，还有我商队2天的行程。多谢。在下萧七，京城人。京城人，这一身锦缎可不像是京城寻常百姓。说吧，这大西北的，你招惹了谁？萧某不过是个倒腾绸缎的买卖人，前些日子想走一趟偏门，不料被黑风峡的山匪盯上，商队散了。我也差点交代在乱石底下。掌柜的，你看他的手，虎口全是老茧，哪像是个拿算盘？姑娘这身打扮，也是走商的。女子行商，还带队来这西域，倒是有几分本事。江州绿锦阁，绿痕。我去楼兰寻料子，面圣用。面圣的料子，西域冰蚕锦。你怎知晓？萧某常年游走西域商路，在这戈壁滩上，没人比我更熟悉楼兰的门道。你这种单枪匹马的江州商队，连楼兰的城门卫都买不通。此人眼界极高，沿途间对楼兰了如指掌。看来，即便不是商人，也定是个身份尊贵的人。掌柜救我一命，萧七无以为报。若掌柜的不嫌弃，我可以替你去买下这些料子。你如何能？这料子极其珍贵，我凭什么相信你能买到？掌柜的何不信我一把？
我有伤在身上，我也做不了什么。好，若你敢耍花样，我绝不放过你。一言为定，明日我便去。绿掌柜在驿站等我消息便可。此人当真有些事，不过现在这情况，还是先信任他一次。房主，店里可还有冰蚕棉？中原来的，别费劲儿了。今年的30两冰蚕锦早被波佐商客阿扎德包圆了，定金已入库，神仙来了也挪不动。这是皇上，草民萨木参见皇上。萨木，朕看你在这房里是过得太潇洒，还歧视上中原人，那是连朕也要歧视了吗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臣不知陛下亲临。你说你跟鳖仨人有约，你指望阿扎德？葱岭商路3日前已被血洗，阿扎德的商队现在估计正在为秃鹫。葱岭被封了，他同时在3家织造府下单，不过是想让你这种蠢货压货，最后再低价收割。他根本没打算给你尾款。现在有个江州商队要收你的冰蚕锦，高出鳖族人2成的价，现金结清。另外，你库里积压的那300匹烂丝条，他也一并收了，走中原官路回江州。收，全给他们，分文不收也给。收钱办事情，若让他察觉朕的身份，朕便让这楼兰织造网彻底消失。是，臣明白，臣这就准备协议。幸不辱命，那房主一听我是你绿锦阁的人，被你的威名震慑，当场就签了。这就成了？我说了，我能做到。小七，你真的只是个落难的绸缎商？生意人嘛，知己知彼，才能活得长久。多谢萧公子，我会报答你的。萧某不需要这些，报恩罢了。绿荷，你倒是个有意思的女子。萧七，这次巡锦你居功至伟，这些金子够你回京城了，咱们就此别过。绿掌柜，你这心肠也太硬了。萧某如今商队散了，仇家遍地，孤身一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就忍心看着我暴尸荒野？你少来这套，凭你的本事，上哪儿混不到口饭吃？没处去。萧某现在是无家可归，身上还有伤，我不求工钱，只要绿掌柜回口饱饭，有个遮风挡雨的住处就行。你想去绿锦祥当伙计？萧七，我那小庙供不起你这尊大佛。抬重物、赶马车、防山匪，我样样精通。绿掌柜，你回江州路途遥远，没个像样的护卫，这些冰蚕锦可保不住。行，先说好，到了江州只准干活，不准惹事儿。得嘞，掌柜。萧豪，你干什么？走喽。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哎呦我的天，这么多绸缎！姐姐，这位大哥是谁啊？路上救的，叫萧七，以后在店里帮着搬货护院。李元，你带他去后院安顿。萧大哥，请随我来。这萧七果真能干。萧大哥，你这力气也太大了，那水缸我得抬3次，你一只手就拎满了。姐姐，这人虽然来路不明，但这干活是真不含糊。刚才2楼的货柜坏了，他上去2锤子就给修好了，比专业木匠还利索。掌柜的，后院活干完了，还有什么吩咐？他到底是谁？他这样子看起来不像是普通人家，怎会甘愿在我的后院里劈柴？今天收拾一下，明日跟着春桃去给林家送货。好嘞。小姐这双眼生得极美，若配上这冰蚕丝质的皮袍，阳光下一走，那流光便能映进眼里。这叫目若点刺，绸若流霜。你这伙计真会说话，这绸子我瞧着确实比别亮些。这流彩云缎最是挑人，若非您这般养尊处优的气度，旁人穿了也只是暴殄天物。就冲你这份眼力，这一批我要了。不，那几色也都给我包起来。姐姐，你看那萧大哥，他简直就是个男妖孽。他这一早上的成交率，比我这辛辛苦干了1月的还高出整整分成。这叫术业有专攻，他懂绸缎，更懂人心。什么专攻？专门在这勾搭那些贵女太太们的私房钱。
姐姐，你可得当心点，别让他把咱们这绿锦阁给变成招蜂引蝶阁了。掌柜，今儿个这业绩能不能抵我3天的饭钱？少在那耍宝，业绩高了就想偷懒。去后院，那5车货还没搬完呢，搬不完今晚别想吃饭。得嘞，掌柜发话，刀山火海，我也得把这货搬得齐齐整整。姐姐，你刚才那笑……说什么呢？账对完了吗？干活去。半个月了，锦绣坊的客人全跑到了绿锦阁，一个野丫头也敢在江州抢老子的饭碗。老爷息怒，那绿锦阁不过是仗着些西域的新鲜玩意儿。既然明着抢不过，就往他锅里撒把沙子。去，找几个嘴碎的在茶馆散步，就说绿锦楼的料子是用药水调出来的，穿久了会烂皮生疮。我要让他的锦缎变成江州人人避之不及的毒药。姐姐，这也太奇怪了，这一上午竟然一个进店的客人都没有，连订好的布料都被退回来3份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掌柜，别等客了，我在东街的茶馆坐了半个时辰，你猜说书的说什么了？哦，他们怎么说？说你绿锦楼的料子有毒，说你为了让丝绸透亮，加了西域的毒水，现在满大街的人都穿了你家的衣裳，浑身都要流脓烂透。这是胡说八道，谁在背地里嚼这种烂舌根？姐姐，咱们赶紧报官吧。不必，报官止不住流言。诸位江州的父老乡亲，今日有传闻说我绿锦娥的绸缎掺假带毒，我绿痕做生意求的是名，惜的是命。3日之后就在这店门口，我会当众自证清白。到时我会请江州最有名的3位医官当场验毒，更会亲自试穿所有料子。若我有假，我愿当场烧了这绿锦阁，自请入狱；若我清白，也请那造谣生事之，不要再搬弄是非。掌柜，这局玩得大，但我陪你。小七，帮我查清楚这2天谁在茶馆里头说话。诸位，今日我绿痕在此自证，若我这冰蚕锦有半点毒素，这水便会瞬间变黑。井水清澈如初，银针未变，此段确实由天蚕丝织就，绝无药水浸泡之迹。掌柜，人抓到了，这小子身上还揣着锦绣坊周掌柜给的赏钱呢。饶命！是周万山，是周万山给我50两银子，让我去茶馆说料子有毒的。诸位听清楚了吗？我的料子没有任何问题。诸位，清白已经自证，但公道还没讨回来。春桃拿着刚才医官签字的证词，萧七拎着这满嘴喷粪的东西，咱们去衙门见官。对，见官。大老爷饶命！是锦绣坊的周掌柜，他给了小人50两银子，让小人在各大茶馆说绿锦阁的料子有西域的毒。大人，冤枉啊！这等卑贱之人定是受了绿锦阁的指使，想借大人的手吞并我锦绣坊啊！周掌柜，你说我指使？大人，这钱袋里是周掌柜给的赏钱，巧的是这银锭子底下刻着锦绣坊私人的封号。周掌柜，你要不要自己认一认？这不可能！周万山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妄图狡辩，视本官如无物吗？大人开恩！周掌柜，商场如战场，我本敬你是前辈，可你毁了江州商界的清誉。锦绣坊周万山蓄意构陷，败坏商誉，罚银5000两，赔付绿锦阁误工之损，另需在绿锦阁门口当众张贴认罪告示。5000两，我的钱啊！掌柜的，自打锦绣坊周掌柜贴了那告示，江州谁不知道您才是实诚人？往后啊，我们府里的料子全定在您这儿了。多谢夫人抬爱，绿锦阁求的就是个问心无愧。姐姐，刚才对完这一晌午的账，进账比去年整月都要多。诚信失而复得，便是金招牌。姐姐，这周万山怕是在家里要气得吐血了吧？咱们只要做好自己的就行。刺史大人，那绿锦阁如今吞了江州大半的生意，若是由着他闹下去，咱们今后每年的那份银子，怕是都要折了。一个小小的女商人竟然这么嚣张，但在这江州境内，本官才是天。大人英明，那绿痕狡猾得很，寻常手段动不了他。但大人若是让他摊上大罪，便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，那便只有死路一条。大人，小的已有计策，私藏贡品容易被他推脱，但若是巨额透税、伪造账簿呢？哦，小的已有计划，雇人夜间秘密潜入绿锦阁，将2本伪造的阴司账簿塞进他们的柜台，
那上面记着绿锦阁偷漏关税3万两，贿赂地方官员的伪证。到时只要您说例行查询，进铺子一查，不就好？偷税漏税乃国法严惩之重罪，只要账簿搜出来，本官便可以核查税银为由，当场查封绿锦阁，将那绿痕打入死牢，按律查抄全部家产。大人英明，等他进了牢房，到时那冰蚕锦和绿锦阁的房契尽归大人所有。周掌柜，去办吧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听好了，明晚3更，趁着巡逻交接，把这2本账簿塞进绿锦阁的柜台里。掌柜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们要的银子，只要绿痕被关进大牢，少不了你们的好处。滚去准备，绝不能出半点岔子。是。掌柜，你整天待在铺子里，再不出来透透气，这江州这么美的春色，你怕是要见不到了。我哪有空出去闲逛？掌柜，你可得小心点啊！贫嘴，快把马牵回来！得嘞，今天你是寿星，你说了算。掌柜，我带你去放花灯，让晦气全飘走。许个愿吧。愿这一世岁月安稳，愿天下太平，镇守的山河与眼前人皆岁岁无忧。走，那边的戏台开演了，咱们去逛逛。什么东西？别动，我挑了半条街，才找了只勉强能配得上你的。你这眼光当真不怎么样。我可觉得挺好看的，带着吧，不准摘。行了行了，买都买了，推也推不掉，走吧。从前在侯府，生辰从未被在意，更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。骑马、放灯、看戏，若往后的日子能像这一刻这般开心无忧，多好。小七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好到让我觉得可以依靠。掌柜，这可是江州最好的纯女酒。我小时候最讨厌被关在屋里背那些老史子的规矩，每逢夜里，总要翻墙出去偷酒喝，哪怕被抓住了打个半死，也要喝个痛快。你翻墙是为了自由，可我……小七，你想不想听我的故事？我从前在侯府当丫鬟时，命不是自己的，每天睁眼都要算计着怎么活下去。那时候别说翻墙喝酒，便是被人踩在泥里，也得磕头求主子饶命，连哭都不敢出声，生怕惹了贵人不痛快。我拼了命的想要离开，直到现在，我还隐隐害怕。我总是会想起那些日子，想起那些痛。雨涵，你听着，从今以后，这天下没人再敢欺负你了。但愿如此。这辈子除了长安他们，再没有别人对自己这样好。若往后余生，身边有个这样的人陪伴着，似乎也不错。塞进这柜台里。东西放好了，撤！明早刺史府的大人一概，这里就是他的坟场。刺史府办案，搜查令在此，所有人立在原地，敢有乱动者，格杀勿乱。秦大人，大清早带兵围我铺子，不知我是犯了哪条国法？犯了哪条？顾掌柜，
有人举报你绿锦楼偷税漏税、私通外贼，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！你胡说！我姐姐做生意向来清清白白，凭什么无故搜查？给本官搜，挖地3尺，也要把那账簿找出来！这些都是我的心血，可现在却被人这么肆意践踏。糟了，今天怕是有人刻意针对。大人，找到了，这就是绿锦阁私藏的阴司账簿。绿痕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哪里来的账本？竟敢私设暗账，偷漏关税3万两，还贿赂地方官员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拿下！秦大人，这2本所谓的阴司账簿，我从未见过。绿锦沟自开业以来，每一笔往来皆有官府备案，清清楚楚，随时可供查验。这2本凭空多出来的东西，分明是有人居心叵测，栽赃陷害。少在这里巧舌如簧！赃物是从你铺子里搜出来的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由不得你不认。带回死牢，严加审讯。本官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是不是跟你的嘴一样硬。其余人等一律禁足，不许离开江州半步，违者按同党论处，格杀勿论。我看谁敢动！慢着，大人，大前律例讲究个证据确凿，仅凭这2本从角落里翻出来的来历不明的账簿就定罪抓人，未免太过草率了。哪里来的野小子，也敢管本官的事儿？刺史府办案，闲杂人等再敢阻拦，诚同同谋，连你一起抓！小姐，不用管我。掌柜，这账簿明显是……他是铁了心要置我于死地。今日若是不跟他走这一套，他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姐姐，我不让他们带你走！大老爷，我姐姐是冤枉的，你们抓我吧，别抓我姐姐！你们怎能如此草率便抓人？别慌，春桃，带李元看好店。这店里的东西全是咱们的心血，守住了。我不会有事，等我回来。回来，掌柜的，进了我江州死牢的，还没一个能站着出来的，带走！快走，快走！秦广义，我看这江州的官务，你是做腻了。长安大人救命！姐姐被人抓起来了，还请你尽快过来救她。春桃，你写这东西有用吗？那秦刺史在这儿就是天，谁能管得了他？这信你是写给谁的？写给长安哥哥，他是绿痕姐姐的亲弟弟，现在是京城的礼部侍郎，只有他能救姐姐了。顾长安，那个探花郎。顾爱卿，你此次春未夺魁，又在礼部任上建树颇多，朕要赏你金银万两。臣恳请皇上收回成命，臣不要金银，不求封赏。哦，那你想要什么？臣唯一所愿，便是找回臣那失散多年、替臣受尽苦楚的胞姐。臣若不能救姐姐于水火，即便位极人臣，也与猪狗无异。求皇上恩准，协助臣寻亲。原来绿痕就是顾长安那位找了许久的姐姐。侍郎府路远，寻常驿站根本没法很快将信送到顾长安手里。那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看着姐姐死在牢里吗？信给我，我有一个朋友专门跑京城的快马，比驿站快10倍。主子，请吩咐。800里加急，换马不换人，即刻送往京城礼部顾侍郎府，务必亲手交到顾长安手上。信在人在，信为人亡。去。绿痕，我一定将你救出来。没想到这一世，日子还是过得不够安稳。
吕掌柜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要是落在这烙铁上，滋啦一声，可就成废人了。其实，只要你在那本阴司账簿上签个字、画个押，承认你偷税漏税、私通外贼，本官不仅能保你一条性命，甚至能让你继续经营绿锦阁。只要你以后懂事儿，把每月的流水准时送到本官府上。你这是什么眼神？你以为有人能救你？等你在这儿熬烂了、死透了，本官随手一扔，谁知道你死在哪儿？好，你既然这般想求死，本官就成全你，饿他3天，不准给水。我倒要看看你这身硬骨头能在那阴曹地府撑到什么时候。秦广义，我死过一次，早已无所畏惧。大人，江州800里加急！玉痕姐姐被陷害，被当地刺史秦永义抓走了。长安哥哥，速速来救！秦永义，你敢动我阿姐！2日之内，我要进江州城。阿姐，等我，长安绝不让你再受半点委屈。哭什么？掌柜只是去协助调查，活计都捡起来，地上的绸缎仔细收好，天塌下来还有我顶着。萧大哥，你一点都不担心吗？长安哥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来。自然担心，但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，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办法救掌柜。什么办法？暂时保密，你们放心好了。盯死秦广义，看他有什么反常行为，别让他有机会对绿姬动手。是。绿痕，等我。你是绿锦阁那个伙计，你想干什么？来人呐！周婉山，本想让你多活2日，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动了我的人。紫金九龙令，你是当朝皇帝萧环，罪民参见皇上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罪民不知是您，罪民该死。说，陷害绿痕的阴司账簿，你知不知情？我说是秦刺史，他想要绿锦阁的商路，这才逼我伪造账簿栽赃，一切都是他的主意，罪民只是从犯啊！果然是你们，如此歹毒的心。这2天你给朕老实待着，一个字都不准往外传。要是敢暴露朕的身份，我就把你锦绣房上下72口全做成江州的鱼市。是，罪民明白，罪民一个字也不敢说。看好他，别让他跑。长安哥哥，你总算来了，姐姐被秦刺史抓进死牢了。春桃别哭，我带兵来。难道陛下要隐藏身份？长安哥哥，真的能把姐姐救出来吗？春桃，别急，我会亲自去刺史府。你和李岩先回家等消息，这里有我。微臣顾长安参见皇上。不知皇上亲临江州，微臣救解失足，失仪之罪，请皇上责罚。起来吧。顾爱卿，在绿痕面前，朕只是绿锦阁的几萧妻，朕的身份不得向他吐露半个字。微臣明白，只是阿姐现在身处死牢，人证周万山已被朕扣下，你现在便带着周万山，以礼部侍郎之名直闯刺首府衙门，当堂戳穿秦广义伪造账簿、刊没栽赃的罪行，当众为绿痕澄清，将秦广义当场拿下。微臣领旨，定要把秦广义血债血偿。我是不是真的要死在这儿？绿痕，撑了这么多天，你的骨头确实比本官想的要硬。可骨头再硬，能硬得过这大牢里的刑具吗？
签了他，承认偷税谋逆，本官给你个痛快。若是不签，这江州衙门的168样刑具，你这一身细皮嫩肉，怕是受不住地硬。秦广义，你这么急着让我画押，是不是在害怕呀？你在怕诬陷我的事情被发现，还是在怕这世上终有报应？想要我的命，做梦！好一个宁死不屈！既然你想变废人，本官就成全你这副傲果。来人，去家传，先废了他这双绣花的手，本官倒要看看，断了指头，你还拿什么在本官面前硬气？行刑，给本官狠狠的夹碎他的骨头！秦皇义，你敢动他一下，本官饶不了你！长安，这不是那个盛章新提拔的侍郎吗？顾大人，您怎么在此？秦皇义，你敢攻陷我阿姐！放人，给我把铁链解开！绿痕，没事。秦广义，你看看这是谁？大人，是秦广义，都是他逼我的，是他为了谋夺绿锦阁的商路，亲手交给我2本假账簿，让我塞进绿锦阁的。你血口喷人，顾大人，这定是绿痕买通了周万山，想反咬一口。证据呢？你们的证据呢？你要证据？当初抓绿痕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要证据？现在有这周万山的人证，不就够用了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来人，给我脱去这狗官的乌纱，摘掉官服。周万山、秦光义即刻打入死牢，待本官上奏朝廷，按律格杀勿论。阿姐，你受委屈了，咱们回家。萧兄弟，阿姐身子虚，麻烦你照顾了。后续的收尾事宜，本官自会处理。大人客气，他是我铺子的掌柜，护着他是分内之事。萧七竟然这么在意我。睡吧，到家了我叫你。朕，我来就行。去，把春桃和李渊接过来，动作快。是。雨痕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萧七，别说话。姐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帮畜生，他们怎么敢这么对你？那秦良一就该被千刀万剐。春桃，别哭了，小心吵到你姐姐。李渊，去盯着厨房，再熬点米粥。他对我倒是用心。长安，过来。长安，谢谢你，若不是你及时赶到，阿姐怕是见不到今日的太阳了。阿姐，你谢错人了。是萧兄弟，是他千里传书将消息抵达京城，又是他在江州暗中斡旋查到了周万山。若没有他，长安也难在短时间内为你脱罪。萧七，他不过是我店里的伙计，怎么会有这种本事？萧兄弟以前走南闯北，路子广，也是真心护着你。萧七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掌柜，别想那么多，我就是绿锦阁里那个随时听你差遣的萧七而已。是啊，我想这么多做什么？江州刺史秦黄义身为一方父母官，竟伙同奸上周万山构陷良民，贪墨公款。今查封其全部家产，赃款悉数充公，用于赈济江州水患。好，查得好，这2个吸血鬼总算遭报应了。呸！平时人模狗样，背地里全是这些脏心烂肺的勾当。圣上英明，顾大人英明。诸位江州父老，绿锦阁一案，本官已彻查清楚。所谓阴司账簿，
纯属秦皇义与周万山恶意栽赃，意在谋夺加减商路。绿痕掌柜经营多年，清白做人，手艺精湛，实为我江州商贾之楷模。往后若有人再敢造谣构陷，便是与大钱律法为敌。长安哥哥威武！姐姐，咱们清白了！开张喽！绿锦阁照常营业。为了答谢街坊邻里，今日进店一律8折。还犹豫什么？咱们得去捧场，走，买衣裳腌制去。别过来，别碰我。绿痕，没事了。萧七，我又梦到在侯府的日子了。不怕，都是梦，不会再发生了。你不必忧心，绿锦阁已经再次开张了，生意好得很。等你养好伤回铺子，一定开心的不得了。萧七，这些天多谢你了。那掌柜这次可要报恩了。到时再说吧。那掌柜的好好休息，我就在这里守着你，哪里都不去。江州的暗道我已经封死，臣也该回京了。京城的水也不浅，有事便传信于朕，朕会帮你。皇上，微臣此去京城，阿姐就全托付给您了。臣最放心不下的，便是这个姐姐了。顾长安，朕此生从未对人有过承诺，你且安心回京，有朕在，就没人能再伤顾绿痕一根头发。有您这句话，微臣便放心了。去吧，微臣告退。出发！在牢里待久了，总觉得连这院里的草木香都是甜的。那就多走2步，你要多见阳光，这体内的寒气才能散得快。萧七，这2天你寸步不离的守着，不嫌闷？闷什么？我还没给你讲到我小时候在西北戈壁跟狼抢肉吃的故事呢，想听吗？那时候风沙大的能把人吹跑，我就趴在沙堆里盯着那头老狼。萧七，谢谢你。又谢，总得付出点什么回报一下了吧？等你大好了，我要吃你亲手做的红豆糕。好，依你。春桃姑娘，我是湖州万和行的，特意赶了3天路来求冰蚕锦，价钱好商量。还有我河州周家的绿掌柜在吗？我们想请掌柜去河州开分号，店面我们全出。诸位掌柜莫急，所有的合作事宜等明日公示。姐姐，咱们现在名气大的惊人，各地商会都发来了邀请，想要和咱们绿锦阁合作呢。单打独斗终究成不了大气候。春桃、李媛去把这些资料分类，选2个口碑最好的商号合作，由咱们提供冰蚕锦的独家货源，店名必须挂绿锦阁。姐姐这是要开分店？不仅要开，我还要让绿锦阁的旗帜插遍整个大钱的疆域。诸位，绿锦阁首批合作商号已定，湖州万和行、河州周家。中了，万和行中了。动作还是慢了，看来下次得带更多的诚意来见绿掌柜。萧七，咱们的生意正式跨出江州了。春桃，湖州分号的账房和绣娘由你亲自带队考核，3天后必须启程。姐姐放心，那批老师傅我已安顿好了，规矩都教了2遍，绝不会让旁人偷了咱们的针法。李媛，河州那边民风彪悍，铺子的伙计和冰蚕锦的押运由你负责。姐，我带20个好手过去，货在人在。老板，那我呢？你把这2员大将都派出去，我能干什么？你留在我身边，盯着那些不安分的异地客商，萧七能做到吗？这天下还没我萧七做不到的事情。总算成了，不要再出什么事便好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让我那些道上的朋友暗中护送，这条商路比你想象的要安全。
萧七，你这些朋友似乎无处不在。出门在外靠的就是朋友多。掌柜，别想那么多，放宽心，祝咱们旗开得胜。绿锦阁湖州分号今日正式开张，前3天进店者皆可免费体验京城最新的妆造一次。这阵仗也太火爆了，这绿锦阁当真是商界传奇。湖州分号首日进账3000两，河州分号预定已排至下月。从今天起，绿锦阁的地位不会再被轻易撼动。这只是个开始，终有一天，你的锦绣旗帜会插遍这万里江山。姐姐，咱们今年不仅把店开到了湖州和河州，光是总部的纯利就翻了5倍，5倍啊！何止啊！现在河州那边的小姐们为了抢一匹咱们的冰蚕锦，都能在店门口守上一夜。姐，你是不知道，我数钱数的手都抽筋了。那是大家伙的共同努力。这一杯我敬大家，愿明年咱们绿锦阁旗开得胜，岁岁年年，岁岁年年，干！萧七拉我出来干什么？也不嫌冷。掌柜，今年你过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，这是我头一回觉得自己是实实在在活着，只是我自己，不是谁的附属品。可在我眼里，还不够。萧七，这太贵重了。绿痕，我萧七这辈子不求名利，不求这天下的权势地位，我只求年年除夕都能像今晚这般站在你身后，我想护你安稳，伴你喜乐。绿痕，你愿意让我守护你一辈子吗？萧七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你到底图我什么？图你绿痕这个人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的过去，我萧七只想要你。好，那就一辈子，谁也不准先撒手。2月初8是个好日子，萧七总说要办个全江州最风光的婚礼，也不知他那批礼单子准备的怎么样了，整天神神秘秘的。陛下，属下来迟了。启禀陛下，京城那边太后已在催促圣驾回銮，秦广义的余党已悉数伏诛，江州刺史一职还请陛下亲测，告诉太后，朕在江州还有私事未了。至于刺史人选，传旨吏部，按顾长安你的名单定。陛下。绿痕，你听我解释。萧七，你是皇帝。绿痕，我本想等时机成熟告诉你，我怕吓着你。怕吓着我，还是怕我身份低微，配不上你？我从未那样想过，在你面前，我只是萧七。萧七是假的，名字也是假的，连那日陪我放灯许下的心愿，怕也是假的吧？是，名字是假的，我叫萧恒，可那日放灯真是我的真情。萧恒，我这条命是死里求生换回来的，贺昭不过是个世子，就能随手撕了我的身契，让我生不如死。而你是这世上权力的顶端，只要你想要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逃到哪儿不都在你的掌心里？我若真要把你当玩物，何必在这儿为你劈柴，看你脸色，陪你在这江州摸爬滚打？我只是想求一个能陪在你身边的身份。如果你只是萧七，如果你只是个流浪的护卫，普通的商人，我或许都会试着去爱你。可你偏偏是皇帝，你给的爱，代价是我的自由，是我这一世好不容易求来的尊严。进了宫，我便是深宫里又一个等着被你临幸，看着你妻妾成群的囚徒。不会让你成为囚徒，我会护着你。萧恒，你走吧，我的火坑已经跳够了。这一次，我想为自己活着。绿痕，绿痕，你听我说。说什么？说你打算如何为了我弃了江山，还是说你要如何在这江州陪我过一辈子？萧恒，你是皇帝，你的一言一行牵动的是大钱的根基。你说不做皇帝，那天下黎民怎么办？边境战火怎么办？
这种江山美人的戏码，戏台上唱唱也就罢了，你我都清楚，你回不去，而我绝不会跟着你走。我可以为你扫清后宫，我可以给你这世上最尊贵的位子。我费尽心机从侯府爬出来，求的是这院子里的风，是这街头巷尾的烟火气，不是走向另一个牢笼。在你眼里，那牢笼是尊贵，但在我眼里，不是我想要的自由。萧恒，比起做一个被你捧在掌心里，随时可能被权势碾碎的玩物，我更想做一个能自己做主，能在这江州自由呼吸的民女。爱这种东西，在自由面前一文不值。原来，我最大的错，竟然是给不了你想要的那种自由。萧公子，请回吧。放过我，便是你对我最后的，也是唯一的深情。绿痕，等我，我会处理好一切，让你自由。绿痕，你说的对，朕是你的枷锁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朕便把清净还给你。陛下，车马已在后门，留下10人划入江州城，不准让他察觉，更不准干涉他的生意。若有敢动绿锦楼者，不必奏请，直接格杀。领命。绿痕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往日，萧七总会在这里劈柴。萧皇，为什么要让我遇见你？如果你我本就不在一条路上，何必又要交汇这一场？绿痕，你说的对，朕是你的枷锁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朕便把清净还给你。此生山高水长，我们也来日方长。如果不救你，我是不是能一直安稳地做我的女掌柜？原来命运玩弄起人来，从来不打招呼。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，何必想这么多呢？姐姐，萧大哥呢？今天怎么没见他？后院那批压仓的重货，李元一个人可挪不动。他回家了。回家？回哪儿去？他不是说他没亲没故，只求姐姐管饭吗？他本就不是这儿的人，回他该回的地方去了。往后他也再不会回来了。姐姐，那2月初8的婚礼，李元正打算去和酒楼订菜色呢。咱们是订？不用订。为什么？婚礼不会有了，以后绿锦楼里再也没有萧七这个人。好了，你去忙吧，春桃，铺子还要继续经营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告诉李渊，让他别准备了。萧恒，既然你还我清净，那这段日子也当是我做的一场黄粱美梦。梦醒了，我也该忘记。大家伙加把劲儿！新的一年，咱们要再创辉煌！得嘞，老师长！现如今，绿锦阁已经是大前第一绸缎庄和胭脂妆造铺。绿掌柜，如今整个江南谁人不知这绿锦娥？您这一手妆造配成衣的生意，可是带活了咱们江州方圆百里的生计啊！那当然，我姐姐说了，吃独食长久不了，只有大家都富了，这日子才能过得更好。客官说笑了，我不过是守着初心，求个2全。更何况江州是我的家，能带动江州的发展是我的荣幸。绿掌柜当真是有辽阔胸怀啊，在下佩服。
涅槃重生，万象更新。本是山中鸟，何入金笼中？好一只上签！这长相，这眼神，竟然与我在京城三清殿见到的那个老道士一模一样。是你，在京城，在三清殿，我们见过。姑娘好记性，一别数年，你终究是凭自己的本事跳出了那方必死的残局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当初在京城，你为何一直盯着我看？你早就知道我会来这儿。老道不才，只是看清了姑娘这一身的宿命。你是说，你知道我是重生的？那我为何会回来？我这一世的际遇，究竟是老天的怜悯，还是天意也好，人为也罢，姑娘，你既已见过地狱，又何必去问火是怎么烧起来？凤凰涅槃求的不是长生，只要你心中无龙，这天下之大，便处处是你的大自在。心中无龙，大自在。本是山中鸟，没入金笼中。姑娘，这一世活个痛快吧。这一世，我便要自由自在的活着。真是神了！不过区1年，江州上缴的赋税竟然占了全国的1/3。何止是赋税，因为顾掌柜的庄造合一，现在全大钱的丝绸胭脂生意都往江州钻。这江州已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富城了。那是绿掌柜心善，带活了咱们全城人的生计。如今谁提绿痕，不得尊称一声绿先生？姐姐，湖州、河州、并州的分号昨日结算，纯利又翻了一番，咱们现在的身家可不少啊！财满则溢春桃，传令下去，在江州开办3所女子学堂，凡绿锦阁宫人之女，恕俸全免。是，姐姐。江州民女绿痕接旨。绿掌柜，陛下有旨，您见旨不跪。朕承天序，江州绿痕，绘制兰心，经商有道，且富而苏源，则必桑主，使江州成天下首富之城。今特旨册封顾氏绿痕为大前第一皇商，赐金印紫绶，赏黄金1万两，择日举行册封大典。钦此。陛下亲口交代，从今往后，绿掌柜可自由出入皇宫，见官不跪，见朕亦不跪。民女谢主隆恩。第一皇商，绿掌柜成皇商了。见官不跪，见陛下也不跪，绿掌柜成贵人了。姐姐，第一皇商，这可是至高无上的荣誉。萧环，谢谢你。吉时已到，行受封礼。江州绿痕兴农商，稳课税，泽万民。今册封其为大前第一皇商，赐皇商金印。李渊，你快看，那姐姐做到了她想要做的。静书，你看，阿姐她现如今多风光。长安，静书，江州3月花开，恰逢皇商册封。若得空，盼一聚，共赏这江州盛景。绿痕，朕果真没有看错你。陛下今日这身装扮，倒真像个跑腿的伙计。京城的事，朕我处理好了。
我已立下储君，辅政大臣皆是心腹，只要你点头，我随时可以舍了那座金龙，来这江州给你一辈子搬货的伙计。绿痕，跟我走，或者让我留下。不必了，萧恒。为什么？你是大钱的脊梁，你的肩膀上扛着万家灯火，那才是你的归宿。而我，有我的绿锦阁，有我的春桃，有着江州城的自由。这种相忘于江湖的干净，远比困在那深宫后院要好。你守好你的江山，我护好我的绿锦阁，咱们各归各位，如此便好。好，朕便在京城，看着你的旗帜插遍大钱疆域。我的前世是一场没烧完的残梦，而这一世，我终于自己做主，活成了这人间最夺目的颜色。